也许我早就该出这个系列了，因为这个系列可能是我们走进 MBTI 之前的必看内容。我不否认 MBTI 或者更深入的荣格心理类型对于探索自己的人格有所帮助，但是随着他们的流行和泛用，我看到了很多的危险性，他们也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困惑，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带来的困惑比他们能提供的答案还要多。每次直播都会有小伙伴问我，人格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天生的？人格能不能改变？人格和生理因素有没有关系？很遗憾的是，在 MBTI 这里，只有其中很小一部分的答案，选取的也是很小一部分的视角。想真正了解人格，也许我们需要看得更广，而不仅仅是抱着 MBTI，指望通过它学会关于人的一切。你知道吗？其实，在20世纪早期，心理学中都没有人格这个概念，是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开始，才系统性的引入了 personality， 也就是人格这个词，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他早年出版的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这本书中，收集总结了不同心理学家对于人格的不同理解。其中涉及到的理解方式多达几十种，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总结一下的话，可以大致分为5种理解人格的角度。MBTI 和荣格的心理类型呢，也仅仅涉及了其中非常有限的部分。5个角度中，有大家最最喜爱、最最信任，总是想在上面找到一切的源头的生理学的角度。也就是把人格理解成基因啊、脑神经啊、激素分泌啊之类的生理机制的结果。MBTI 和荣格的心理类型都不属于这类。Roger Sperry 的大脑半球理论呢，就比较偏向于这个角度。这个理论认为，左脑更倾向于逻辑和语言表达，右脑则更倾向于空间和情感表达。而左右脑的不同差异性就影响了一个人的一个人格表现。其次呢，也有行为主义的角度，强调的是人格是行为的总和，是一个人相对稳定的行为和习惯。这个角度特别有名的理论就是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了，学过心理学的小伙伴肯定都有听过。说白了，也就是正反馈和负反馈对人格的影响。行为主义的角度呢，不是特别关注个体内在的品质，而关注行为模式。其实行为主义这部分是 MBTI 和荣格的心理类型分歧比较大的部分，虽然他们都是基于荣格对于心理偏好的理论但是本质上MBTI 呢，作为一个测评工具，需要给人提供在生活中可观测的对照和解读，不可避免的需要包含行为层面的解释区分的。虽然他在提及这些部分的时候 ，MBTI 都会尽可能的说某某人格类型通常会怎么样，而不会说一定怎么样。但是还是不可避免的在流传中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刻板印象。那另一个切入人格的角度是叫社会认知的角度，也就是把人格看作是由思维和情感过程所构成的一个人对于自我、对于他人乃至对于世界的认知。比如卡尔·罗杰斯的自我概念理论认为人的个性、行为和情感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和对世界的理解。MBTI 和荣格的心理类型呢，一定程度上都涉及了社会认知的角度。荣格的8种认知功能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8种不同的认知自我、他人乃至世界的方式。社会认知的角度绝对比前面的行为主义更贴近荣格理论的初心。所以真的别再认为认知功能可以一一对应到具体的行为表现了。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人格的角度是生态学的角度，也就是把人格看作是人和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这里的环境并不仅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如果我们追溯的足够远，你会发现这里的环境甚至不仅仅包含一个人出生之后所经历的环境，还包含到了一个人出生之前的族群、国家乃至种族的环境。比如布朗芬布伦纳的人格生态系统理论。
提出了包括时间和文化因素在内的5个环境因素，认为人格是通过这些因素产生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内在特质。其实荣格的类型理论对于生态学的视角也涉及了非常的多，特别是贯穿在荣格心理学中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强调了人的心理中先天的被从远古延续下来的一种具有普遍相似性的无意识结构。很常用的例子就像是连婴儿都害怕蜘蛛或者蛇，虽然有研究表明说其中有很多例外，但是生态学的视角本身就不是聚焦在一个个体身上，个体不能成为集体的反例而是更多的看人类整个集体，把它们视作一个单位。如果理解了荣格心理类型中的这部分，就会知道其实人格类型的先天后天真的蛮难回答这个问题的。从个体而言可能有很强的先天性，但是对人类文明而言也许并非如此。最后一类切入人格的角度可以算是最网红的视角了，也就是心理动力学的视角是把人格看作内在冲突的结果，包括将人格追溯到童年的创伤呀、成长经历，甚至防御机制等等。特别有名的就是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了，认为人格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代表原始欲望的本我和代表道德的超我的冲突。心理动力学的视角也是荣格心理类型重点强调的部分，当然不是指里面的童年创伤，而是其中人格内在冲突的部分。对荣格而言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对自己不同心理能量方向的平衡，比如平衡好思维和情感，平衡好对现实的感知以及对直觉的感知等等。而 MBTI 因为基于荣格的理论，在这方面肯定是有所涉及而且包含的，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MBTI 侧重点仍然会是在人格类型带来的行为表现以及社会化的部分上。在正版的 MBTI 报告中呢，只有在最深入的 Step 3，也就是第3步报告中，才会涉及到一个人格类型的心理动链层面。总结一下的话，荣格的心理类型理论就是主要包含的是心理动力学、社会认知以及生态学的视角，而 MBTI 在相对压缩了荣格的这3个视角的基础上呢，重点结合了更便于去观察和分辨的行为主义的视角。但是无论 MBTI 还是更深入的荣格的心理类型，都远远不是人格的答案。讲个夸张点的笑话，你看到一个偏好 ESFP 人格的同学，每次视频又矜持又缓慢，又静悄悄的又很被动，然后你可能怀疑，哇，这个人真的是 ESFP 吗？怎么会这样实际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每次录视频他都要去空调房，然后里面很冷，他被冻得不行。所以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就是你是谁，你是什么人，肯定是在你是什么人格类型，特别是你是什么 MBTI 类型之前的4个字母的代号，如果不能帮助你更好的认识自己，更平等的认识他人，那么他们无非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偏见罢了。在后续的这个系列中呢，我会分享很多 MBTI 和荣格之外的和人格相关的理论和书籍，陪大家看看更广阔的人格世界。当然如果有什么内容上需要补充的，也欢迎大家帮忙指出，因为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那作为第1期呢，我除了前面这么长的引言之外，当然也有想分享的内容。最近呢，我看了卡伦霍尼的这本《我们内心的冲突》他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他不仅仅继承了弗洛伊德这个心理动力学的视角，对人格内在冲突的这种特别细腻的分析，同时他更加结合了普通人的实际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在自己身上实践的理论因为我之前有了解一些他的生平他的父亲从小就因为他的外貌丑陋就是觉得他又丑又笨，然后甚至让他在9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就是很多人到成年后才开始意识到的，就是对于男权制度的反抗。他甚至在9岁的时候有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变得更漂亮，那我至少可以变得更聪明所以
可以说心理学的研究和探索啊，对于霍尼本人来说，其实也是一场自我治愈之旅。也难怪就是他能够把这本书写的那么平易近人。书中有一段我特别喜欢，我给大家来一段这个原话。动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本能、交配、哺育、觅食、应对危险。这些行为或多或少都由先天决定，这些行为不受个体的决定影响。相反，人能够选择，这是人的特权，也是人的负担。我们必须要在背道而驰的不同欲望间做出抉择。因为我看的这个版本是读客三科传人类思想文库的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系列的书比较有意思的是，它不仅仅就是有很多专家的伴读，比如说这本书这一本它就有李松蔚老师写的导读，而且每一章还有从业几十年的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就是给你解读他对每一章的看法和背景介绍啊。虽然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是我至少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我从这个伴读中更快的学习到里面的内容。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因为毕竟伴读是提供了一个已经消化的对于内容的理解。那霍尼在书中提到的3种由冲突导致的人格类型呢，分别它叫做屈从型、攻击型和孤僻型。他认为每个人往往都有这些类型的一面，而人格的来源啊，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几乎无时无刻需要做出的两难的选择。说的简单一点，比如说你去学习还是去睡觉，你想要赚钱还是想要家人，你想要爱情还是想要面包等等。这些冲突呢，诱发了这3种冲突人格的形成。而一个人因为都有3种的影子，所以是否严重到神经症的程度，是一种就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人和人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说不存在，就是在霍尼的眼中啊，可能神经质并不是说这个人在核心上跟别人不同，他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神经症只是说这个人他在程度上越过了那个线啊，那个线具体在哪里，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明确的。在书中呢，很有意思的，他还评价了荣格的观点哦。我大概的总结一下，就某种意义上，他认为荣格对于人格发展的理解是有一些偏差的，因为荣格提出了8种心理类型嘛，也是由此指出了每个人的发展都需要面对和拥抱自己心理类型的对立面。但是霍尼认为啊，拥抱对立面可能没什么好处啊。他以他提出的这3个类型为例子，就指出了说，当某个人格类型处于极端的时候啊，它对立的类型也是处于另一种现象的极端啊，就是一个是极端的高，一个是极端的被压抑。就通过把另一个极端引入意识中来平衡已经有的这个极端，可能反而带来更大的冲突。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说你2个有害的极端相加，也许并不能负负得正，反而可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更加不和谐。就有一种你把炽热的火焰注入到寒冰中的时候，就更加的水深火热。那相比于荣格的8种类型啊，霍尼提出的这3种人格类型，其实真的还蛮好懂的，也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影子。屈从型人格呢，倾向于去认同他人和外界，也就是经常会感到别人是不是不喜欢我，感觉自己被排挤了，所以特别渴望归属感和来自他人的认可、赞美这些东西。而攻击型人格呢，则倾向于采取对抗的姿态去面对他人和外界，特别追求那种支配和控制的感觉，渴望世俗上的成功，甚至有点好斗冷酷。最后，孤僻型人格倾向于去疏远他人和外界啊，大有一种你们怎么样都行，不要来找我就好这种感觉啊，对于人际和情感就十分的麻木啊。如果有人在这里刷某个人格类型特别符合 MBTI 中的类型，那我真的会要晕过去的。
就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本书。霍尼并不觉得他提出的这3种类型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是一个人对于内在冲突的逃避，并没有选择去解决这个冲突本身，而是在找方法掩盖或者转移目光。从霍尼的角度来说，可能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荣格，无论是告诉你说你的一切来源于5岁前的创伤，也就是弗洛伊德的那套理论，还是让你意识到你和别人的不同的片面性，让你意识到你所倾向的心理类型，也就是荣格的那套理论。虽然这2者一定都有所帮助，能带来安慰，但是霍尼认为他们能做的可能只是让人更宽容地对待自己，但是并没有真正去解决人本质的内在冲突。他相信人最终都要找回自己，意识到自己真实的感受和需要，这个不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必须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并且在此之上再去建立和外界他人的关系。很多时候他觉得说这种我们的冲突，我们的神经症是因为一个人反了过来，他反而想通过外界和他人找到自己，而不是先找到自己后再去用自己面对外界和他人。那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最后只会把路越走越窄。大家可能听我分享的结论比较简单，但霍尼最高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在书里教你给自己做精神分析治疗，能写到这种程度真的太厉害了。特别是我看的这个版本，因为像我前面说了有心理咨询师的伴读，我真的感觉有很强的实用性。希望他的观点呢能让你有所启发你也可以去找一找相关的资料，或者是去看他的这本书，或者他的一些其他的书籍，可以找到一些 MBTI 之外的认识自己人格的渠道。那这个系列的下一期呢，我在考虑弗洛姆不过最终还没有决定。无论如何呢，感谢你的关注和支持，希望我的视频都能够在你自我探索的路上有起到一些小小的贡献。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